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酒的地方让你舒服。漂亮。欢迎收看李耀上来比较，我是李耀。修啦。现在这个时间只要消费者遇到任何委屈，都可以在网络上寻求正义。当然，也有无中生有自己幻想出来的故事，但是往往品牌商他也无法含扣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已离职的酒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既然已经离职了，他就什么话都可以说。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要血流成河，泛滥成灾，爱如潮水。爱如潮水是这样使用的吗？无脸男都无言了。但是我现在告诉各位，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开启了，记得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才可以看到我们不一样的面貌哦。今天你想要把小 P 的面具摘下来吗？如果想要摘下来的话，就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小 P， 我就跟你说不要来吧，无脸男遇到陈浩南的话还是会怕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 P。既然我已经离职了，而且我绝对不会再回去酒商工作，那以前得罪过我的人，就不要怪我今天心狠手辣。今天就是要把所有的八卦秘辛全部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对不对？今天小 P 呢，他准备了6个辛辣的八卦要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是有些活动，如果你没有邀请某些达人或是某些媒体的话，他们会来跟你靠背哦。对啊，媒体靠背就算了，有一些什么自以为是的达人，就他妈来蹭酒拿赠品的，还有给我偷偷拿去卖的。坦白讲，你粉丝流量也不高，发个文按赞小猫几只，想说拜托他们不要发文，搞得我们品牌好像没有人要，还得罪烟酒专卖店。为了怕他发文，我们故意不邀请他来，轻的发私讯来质问我。重的发脸书公审我，哎呀，你被强烈啊！息怒，真的很生气耶！我想其实这还蛮两难，但据我所知，因为很多酒商他已经有固定的邀请名单，反正我不邀请你，迟早你也会忘了我，对不对？但是也有很多酒商就是人人都好，反正我什么都邀请，你都来没关系，我只花2000块请你吃一顿饭就可以堵住你的嘴，我为什么不邀请你来？所以其实酒商有很多心态，有很多面貌，但是没有被邀请的达人或媒体来跟酒商邀的，说实在，就很尴尬哎，还蛮没品的啦。好，来第2个问题。好，接下来的第2题呢，就是少部分激进的消费者都有被害妄想症。没错。这些消费者都有病，每天觉得我们卖你的是什么他妈不好喝的酒，你还买个屁啊！买了你再来靠腰，喝完靠腰完再来买，重点是你还不是买整瓶的，你买他妈分享瓶，参加一支会，喝一小口就可以说老子的酒不好喝。讲白一点，如果可以，我也不想卖你这种下三滥。那个有了。我们要不要也打马赛克？我觉得很可怕，感觉小 P 真的积累了很多怒气耶。会不会这集出去脆匿名爆料就开始烧了？我跟你讲坦白讲，类似这样的那个烂人我们也是遇过啦。这种人就是什么反社会人格啦，有那么严重吗？天生有自卑感啦，对，就这种人嘛，对，讨厌，透过你的嘴里讲出来，我觉得越讲越兴奋，我越来越想那个摄影师帮我马赛克。今天不是李耀社长来上节目血流成河嘛，就是越讲越激烈，越问越深入嘛。反正你都已经不回酒商工作，对不对？是不是？好，来。第3题，参加品酒会干酒，干杯子，还自以为是品酒专家。对啊，好尴尬哦。每次办品酒会一定会有东西被干走，干酒的，干杯子的。连杯盖这种东西都有人要干，真的很没有道德。我们身为品牌商，4个字息事宁人，又不能告他偷窃，他只能把他列成拒绝往来户，叫他以后不要再来。还有那种参加品酒会的品牌大使在台上讲，他在台下也在讲，一人一句比大声的，超没品的。哇，这集太激烈，当事人看到这集如果没配酒精会心神不宁。等一下，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有次去参加 Cloudy Bay 的那个品酒会，它有一个木盒子，然后里面可以放手机。我说哇，木盒子好漂亮哦！我还问那个品牌方说，这个是可以带走的吗？可是他跟我说可以啊。如果你有问，然后那个品牌商又说你可以拿走，要送给你，那是你个人吗？很多是没有问。像我们自己在办品酒会，干杯子这件事其实常有，而且我要跟所有的这个参加者讲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现场没有监视器现场是有监视器的，所以我们参加品酒会的这些消费者，你干走杯子，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我看过监视器，所以我都知道，只是不讲而已。但是对于品牌方来讲的话，他根本就是息事宁人，反正你拿走杯子就算了。重点是你刚刚讲说还干酒，对不对？你干酒就算了。那个酒还是 demo， 它酒是假的，酒是假的。对，我想很多品牌它其实在展示上面的那个威士忌其实是假的，里面的酒不是它瓶身的酒。对，所以其实你不要乱干东西，打开来喝还发觉是水的。
第4题，我觉得这还蛮专业的酒商为了业绩售后不理，行销扛责任，有这种事吗？这个的确是我们的问题啦。国外你给目标，我们当然是努力达标。业务部跟行销部长期就是不合拍嘛。业务部为了达标，就是把货塞给一些可能不对的人。你塞过去了，他还给你破盘，那你还要跟他说谢谢。去年破你1次，今年你还给他货，不是犯贱吗？他开会就说什么我们行销乱撒钱，拿我们行销部的钱去补贴，不是破了又破，酒会卖得好才有鬼嘞。坦白讲这是你们内部的问题。所以现在什么情况？既然来了，就让小 P 畅所欲言。我就不方便回答，因为毕竟我们里奥市场频道拿的是行销部的钱。接下来第5个问题是，台湾独卖限量不限时是什么意思？就是卖酒没有亮点，怎么卖？不打广告，消费者会知道吗？苏格兰黑老高，你知道他们刚刚要限定版多难？我2年前跟他们要，2年后才给我。市场都变了，是要怎么卖？一开始的确都限量啊，卖得好就继续装嘛，继续卖，卖不好，苏格兰老高也不会给你面子，也不会给你货。台湾已经是威士忌市场大户了，他们还给你3分薄面，有限定版就不错了。其他市场你要还不一定有，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刚刚那个小 P 讲说，台湾威士忌品牌的确是很多啦，相同价位带上，消费者也有很多的选择，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也有竞争如此激烈，如果你没有广告的话，基本上消费者不会知道。但现在目前整个趋势我认为是大者恒大。最后一题喽，来第6题我来问消费者每天都在想割韭菜，对不对？酒商你自己是有加薪吗？有吗？没有，对不对？是不是？今天熊喝酒，你买贵了，官方上面屁书啊！开版定案的建议售价当然是国外原厂定的，我们当然提供给原厂的都是比较便宜合理的市场价格。你公司要获利提高售价，我也认同。我们出货给那经销商赚的获利金额就是固定的嘛。市场上价格被拉高，烟专卖贵，网络卖家见猎欣喜，他们也卖贵，他们赚钱，林北又没加薪就算了，还要被你们说我割韭菜，我有赚，你卖我还会很爽。你买到便宜了，你也不会打匾额给我。现在说我品牌落赛，神也要当，鬼你也要当，好好喝就会打啊。这一集我们是会播出去的不然嘞，播出去以后，然后就把他的这个面罩拿掉，然后告诉别人他是哪一家酒商，好不好？宗旨我要本频道的宗旨就是喝酒要快乐是舒服的，正面分享威士忌的快乐愉悦给大家，好不好？那消费少部分那个脑子进水的消费者就不要来闹了。而且今天这个题目试水温了，如果我们的 YouTube 的按赞数有超过1000个赞的话，对不对？我们继续再找第2个2P、3P、4P、5P， 然后我们把所有不同的代理商、所有酒商、所有离职的，全部都集合成一个圆桌，一起来开一个圆桌会议。好，我脑中好像开始有名单了。对，然后你就会看到10个小 P， 10个无脸男却没找千寻来吗？我们就加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我们的酒商秘辛，因为毕竟只有离职的酒商才会讲真话，才敢讲啊！只有离职的酒商才会把最真实、最八卦的那个面貌告诉你。如果你哪一天回到酒商的时候，你记得告诉我一声，回不去了。记得要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还有包括要加入我们里奥社长的会员频道，每个月只要100元，少吃一个鸡腿便当，你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而且就有可能摘掉我们小 P 的面具。下周见，拜拜。